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聊一下，在美国考驾照和国内有什么不同。在美国考驾照相对来说比较简单，分笔考和路考，就是要去当地的这个 DMV， 也就是车管所去报个名，然后拍个照片测一下视力，然后就预约一下笔考的时间。笔考呢就是考交通规则，因为美国是个移民的国家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交通规则的这个书呢，它就有各种语言的，包括中文啦、英文啦、西班牙语啦、韩国的等等。那这个费用呢，也就是$37。驾驶手册这些书都是免费去拿的，拿回家自己去学习就可以了。笔试的考试是可以选择自己的语言，比如说中文啦、西班牙语啦等等，所以相对考起来就非常的简单。美国的车管所几乎每个城市都有。交通规则呢，回家要认真的学习，因为对一个中国人，如果你来到美国，首先你要熟悉他那些英语的这些路标呀，也不能因为他考中文，也不是说绝对就没有英文了，但路标最起码是英文的。交通规则学好了以后呢，就可以去参加笔试。笔试也是在电脑上答题，它不会像在国内那样很多人在一个教室里面，而且考试的场地也就是在他办公大厅的一个角落里，有那么几台电脑。考试的时候也没有人去监督你，考完之后电脑直接就会告诉你过了还是没过。你要是考过了以后呢，你就自己可以预约下一次的路考时间，但是通常都不会马上预约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学会开车呀。笔试也有3次的机会，这3次要是过不了，就要重新交钱重新考，这个不需要等，你可以马上交钱马上重新考。交通规则考完以后就会马上发一张临时驾照，就是你可以去学开车了。通常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就会去找一个私人的教练来学开车了。比如说本来会开车的人，有的时候他反而一次考不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以前的那种开车的习惯，因为国情不同，再加上各个国家有自己相应的法律法规，对一个从其他国家来的人，要有一个熟悉美国交通规则的过程。在中国，笔试、路考、场地考全都过了才可以发驾照，而且驾照发下来1年内不可以上高速。而在美国，笔试通过了就会发一张实习驾照，教练就可以带着你上高速，或者熟悉各种不同的路况、各种不同的场地。在中国考取驾照需要通过4关，分别是笔试、桩考、场地考、路考。而在美国考驾照会相对容易一些，只有笔试和路考。这个说实话，我感觉在国内考完驾照人，他的那个技术更加过硬。因为我是在美国才学会开车的，我在国内的时候不会开车。那很明显的能感觉到国内来的朋友，他们开车技术比较的好，比如说到车库呀、路边停车呀、2个车中间呀，他们停的都好。我们在美国虽然学会开车，但这些东西技术真的是不过关。说到这了，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，在中国的驾照拿到美国可以用吗？如果你是来旅游来玩的，那大多数的这个州是承认中国驾照的，但是有个别的州它也不承认中国驾照。当然，如果长期在美国生活的话，还是要考一个美国驾照的，这样子的话也方便。而且美国的驾照也相当于你的身份证，坐飞机啦、住酒店啦等等，很多的事情都需要出示驾照的。有了它会感觉很方便。在美国，大多数州的法定年龄16岁就可以考驾照了。像我儿子16岁以后，我就让他考了驾照。但是那个时候他开车必须有家长陪着，
所以他考完驾照以后，如果我们一起出去，我都会让他开车，这样给他一个练习的机会。开车是美国孩子的基本技能，过了16岁没车的人倒是一堆，但是过了16岁不会开车的人，那就真的是寥寥无几。学会开车以后就可以预约考试了。美国的路考是要自己带车去的，考官只是坐在副驾驶上对你发出行驶指令并给你打分。通常都是在考官的指导下开一小圈后，然后平行的停车，然后路边停车，基本上考的就是这些，还会考一些手势。在美国考驾照找教练下来大概也就是花几百美金吧，所以不管怎么讲是比国内便宜。在美国开车，车让行人和左转让直行都是硬规定。总之呢，学会开车只是第一步，安全出行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。今天呢，就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感谢大家的关注，也谢谢大家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，谢谢大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